谢谢你来看明月啊。说起来，我也是看着明月长大的。明月这小模样，像姐姐，一看就是个美人坯子，性格也像姐姐一样好，让谁能不喜欢呢？谢谢妹妹夸奖了。我是说真的，之前在采薇身边伺候的时候，我就非常敬佩姐姐的为人。如今我们成为了姐妹，一心想着多和姐姐亲近亲近，只是不知道姐姐会不会嫌弃碧荷笨呢？采薇常在我面前提起你的聪明伶俐，你要是笨的话，这世上哪还有什么聪明人呢？明月，找姐姐们玩去啊！快去。我听说采薇已经去求太太，要回去准备父亲的生祭了。这事儿我也听说了，就我这笨脑袋，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还想请教姐姐呢。你说，采薇好不容易出来了，不是应该先去讨二爷的欢心吗？怎么突然间跑回了娘家？你们一向要好，不知姐姐知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啊？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？我还不是替武姨太着急吗？之前在她身边伺候了那么久，怎么说也是有感情的呀。那还真是难为你这份心意了。依我看呢，采薇是因为思念王父心切。采薇她为人心思淳朴，从不作假，这个你知道的。看来武姨太的解禁让绿姨太感到紧张了。她的宠爱是怎么得来的，她自己清楚得很。现在正主子要出来，她能不紧张吗？二姨太，您说她之前说的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她就是看着我手里有点权力，想向我示好，一起对抗太太。本来呢，她这个人心思敏捷，倒是个可以帮上忙的人。不过，她为人两面三刀，是个墙头草。我呀，还得防着她在背后捅我一刀呢。哎，银杏那边有什么消息传来吗？自从立春那个丫头进来后，一些晋升的事情，六姨太都让立春做，现在银杏都得不到什么消息。没想到她为人这么小心，连老太太派来的人，她都信不过。爹，女儿回来看你了。爹要送你一件礼物，这是省城给你买的，你呀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哇，我很喜欢，谢谢爹。好，不用谢，只要喜欢就好。小姐，小姐啊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是你要保重好自己的身子，否则
老爷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啊。张妈妈，红秀在哪里？哦，我把她送到我乡下一个朋友那里去了。小姐放心，没人能找得到她的。你把她偷偷带回来见我。哎，不管是我爹，还是桂琴，我一定要找出他们死亡的真相。二爷，你累了就歇会儿吧。我没跟他计较，我什么都没跟他计较，他竟然敢给我脸色！别动！多谢武姨太救命之恩，武姨太的大恩大德，红袖永生难忘。坐吧，红袖，你不可以在这里多待，以免被别人发现。所以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，但是有几个问题我必须问清楚。武姨太请问，只要是红袖知道的，红袖绝不隐瞒。这不是武姨太之前送给四姨太娘家兄弟的怀表？没错，就是那块怀表。我那天送出去之后，桂琴的弟弟明明把它带回去了，可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桂琴的房间里？红袖，你再仔细想想，在那之后，桂琴的弟弟有没有来过府上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桂琴有没有回过家？也没有。自从进了白家，四姨太除了她爹娘的生辰之外，基本上很少回去。你再想一想，四姨太在临死之前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？四姨太那段时间的确有些不对劲，说起来是在见过太太之后。桂琴见过太太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是在你小产前的5天，四姨太陪五姨太花园散步回来以后，太太就在桂香院里等着四姨太。四姨太和太太关上房门密谈了一阵，在这之后四姨太就病倒了，而且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那你知不知道太太对桂琴说了些什么？四姨太从没和我提过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那是在四姨太得知五姨太小产性命攸关的时候。四姨太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四姨太，四姨太，我该死！我不是人，我该死！我这次求太太出来，一来是为了见红袖，二来就是来找大山哥。自从我爹死后，大山哥也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我想，他应该知道一些关于我爹的死因，也不知道他是已经被害了，还是自己躲起来了。老爷都去世这么久了，都没有关于大山哥的消息，而且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啊。大山哥平时那么机灵，我想应该是躲起来了。你们是谁呀？大娘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采薇啊。哦，原来是采薇，快请进，快。大娘，我们这次来是想打听一下大山哥的下落。你们怎么都想知道大山的下落？莫非他干了什么坏事吗？大娘为什么这么问啊？难道还有别人来打听大山哥的下落？不错，二爷派人来问过几次。前几天，大山爹被一帮匪人绑住，逼问大山的下落，吃了不少苦头，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。他说还好吗？知道是谁动的手吗？倒是没有生命之忧，只是伤筋动骨100天，地里的农活全给耽搁了。当时那帮匪人捆人的时候，是蒙着眼睛的，不知道是谁。大山这孩子真是的，不知
知道他干了什么事情，真是让人着急呀。大娘，大山哥一直跟在我爹身边，也算是我半个兄长。这些钱呢，是我的一份心意，虽然数量不多，但希望可以解您的燃眉之急。以后如果再遇到什么困难，也可以差人来告诉我，只要是我能帮得上忙的，一定竭尽全力。吴姨太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大山哥是个好人，老天爷不会让他有事的。不用送了，二位慢走。连大山哥的父母都不知道他的下落，这天大地大的，上哪儿找去啊？这条线索又没了。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，至少可以肯定的是，我爹的死确实可疑。吴姨太的意思是，那些绑了大叔的神秘人，这些人跟伤害我爹的凶手绝对脱不了关系，只是连大叔都不知道他们是谁。如果找不到大山哥，还真的是没有办法查起。好在桂琴那边有消息，咱们就从桂琴的死因查起。吴姨太，二爷好像也在调查李大山的下落，看来他也在怀疑老爷的死因呢。这说明二爷的心里还是有老爷和吴姨太的。我爹终其一生为白家劳心劳力，就算获得这份关心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老爷生前每到逢年过节，都有很多人来上门拜贺。没想到走了以后，头一年生祭就这么起了。人走茶凉啊，世间人情就是这样。小姐，二爷来了。二爷。多谢二爷前来。黄管事是我们白家的老人，一辈子尽忠职守，我应该来的。翠萍，带二爷进去喝茶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二爷慢走。小姐，二爷嘴上虽这么说，可对老爷行的却是晚辈礼。他这分明是在让步啊！你为何不顺着台阶往下呢？当我遭人陷害的时候，他不信；当我寄希望于未来的时候，他狠心害死我的孩子；在我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他纳了我身边的丫鬟；我被禁足，遭下人欺负的时候，他连人影都不见。如今，就因为他对我还残留着那么点情谊，还肯接纳我，所以他向我勾勾手指，我就应该欢天喜地地扑过去吗？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等等，这是武姨太的车。是啊。这车怎么这么破？是个好人坐着都难受。哦，我说这车怎么这么破？是个好人坐着都难受。对啊，武姨太身子不好，怎么能坐这破车呢？你不用劝我，我才不会把我自己的车给他用。二爷，我真不是这意思。你不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？我真就是这个意思。二爷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能跟女人斤斤计较？你说的有道理。
这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不与他们计较。愣着干什么？倒要看看这车怎么个破风。娘，张妈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！哎，快起来呀，张妈妈！小姐，我要求你一件事。有什么事您尽管说呀。您一手将我带大，就像我亲娘一样，您这样不是折我的寿吗？如今老爷过世了，现在这个世上，我最关心的人只有你们两个。可是今天你们这一走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？我心中实在是舍不得。小姐，你将我带进白家吧，让我能天天看见你们，好吗？张妈妈，您先坐。娘，你先喝杯水。其实，我跟翠萍也商量过，想把您带在身边。只是这次出来调查我爹和桂琴的死因，我才发现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好多，也凶险很多。我只怕把你带进那个是非之地，反而是害了你。不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命是相连的。如果你们出了什么事，难道我还能独自活在这个世上吗？与其在外面让我担惊受怕，不如啊，小姐，让我和你一起去面对一切吧。说不定啊，我还能帮上你的忙呢。啊，武姨太，你就答应了吧。好，小姐。我们的车呢？车夫，车夫！哎，来了！怎么回事？我们的车呢？啊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刚刚进去喝了杯茶。翠萍啊，这还不明白？这是二爷的车。二爷啊，是心疼小姐，好让小姐坐得舒服一些。上车吧。先回一下蔷薇院，换身衣服，再去见老太太吧。我看你偷懒，你再偷懒，死丫头！好像是那边传过来的声音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们也是自身难保，不要再多管闲事了。叫得这么惨，我们既然都听到了，就去看看，怎么可以视而不见呢？不许哭！再让你偷懒，住手！武姨太，白家什么时候允许你们这些下人之间滥用私刑了？这个丫头手脚不干净，还偷懒。她本来就是我管的人，教训她几下也是应该的嘛。我没有手脚不干净，更没有偷懒。我从早上干活到现在，连饭都没有吃。你还敢在武姨太面前撒谎？我没有撒谎。都不要说了，这位妈妈，即便是这个丫头犯了错，你也应该先向管事妈妈汇报，查清楚真相之后再酌情惩罚。你怎么可以在这里滥用私刑呢？
我们平常都是这么管教他们的，也没人说我们。哼，今天武姨太倒是有这种闲情逸致啊。你要是不服，可以跟我去见太太。如果太太说你是对的，那我向你道歉。算了，这么点小事儿，别去惊动太太了。就算我老婆子今天理亏了，那你得答应我，以后不准再对这个丫头用刑。武姨太说什么就是了。哼。谢武姨太，谢武姨太，救命之恩！快起来！谢武姨太，你身上有伤，就不用多礼了。你叫什么呀？我怎么好像没有见过你？我叫画眉，半年前入府，在刘妈妈，就是刚才打我的妈妈手底下做事。她想让我嫁给她的儿子，她儿子是傻的，我拼死都不同意，因此惊动了太太。刘妈妈这才善罢甘休，从此她只要一有机会，她就打我。我身上这些伤都是他打的。天啊，这人怎么这么狠心呢？武姨太，虽然你今天救了我，我知道刘妈妈不会放过我的。谢谢你救我，我知道我是下人，这本就是我的命。我想通过这个事情，刘妈妈对我也不会太过分的。我还有活要做，就先退下了。你等一下，这个是37粉，可以止血的，你留着用吧。拿着。谢武姨太，谢谢。给你解禁，又让你筹备你父亲的生计，咱们白家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你以后可要安心的待在家里面。是。采薇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求太太。什么事？就是关于我的奶娘张妈妈。我父亲去世之后，张妈妈一个人在外孤苦伶仃，我想恳求太太允许我把张妈妈带回来，让她留在蔷薇院，到老了也算有个晚年安身之处。这是小事，你想接回来就接回来吧。白家也不怕多养个下人。谢谢太太，谢谢太太。太太，你们都来了，坐吧。采薇，你也坐吧。采薇啊，回去了一次，瘦了不少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自己身体也不好，不要太伤心了啊。多谢姐姐关心。对了，本来还想请太太把桂琴身边的红袖调到我身边来，我回来之后却找不见他人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说来也奇怪，桂琴去世后，红袖也失踪了。我想，他是因为跟环儿害死桂琴之后，畏罪潜逃了吧？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说起下人，我倒想起一件事。景兰，二爷前2天跟我说，要把英儿配给药厂的一个伙计。英儿走了以后，这园子里伺候的人也太少了些，正好家里新买进几个丫鬟，你今天就挑2个回去吧。是要伺候你的人，你就从中挑2个合眼的吧。太太还真是关心武姨太，只是这外面新买进来的，毕竟是不知根知底的。柳姨太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太太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您千万别多心。其实我心中已经有了人选。
是谁？就是在大院里面干粗活的画眉。我喜欢她老实本分，再加上我已经把张妈妈带了进来，其实身边伺候的人也就够了。多谢太太费心。既然如此，就随你好了。多谢武姨太救我一水火，多谢武姨太。快起来吧，在我们蔷薇院不讲究这些。花梅，武姨太可是最和善的人，你能来这儿伺候啊，可真是你的造化。花梅啊，快起来吧。来，跟我去熟悉熟悉环境。哎，跟我来。我刚刚还说不要讲究这些，你这又是在干嘛呀？别人的礼，武姨太可以不受，可婴儿这一拜，武姨太你一定得受着。若不是武姨太，也不会有婴儿和小龙哥的亲事。武姨太，你对我有再造之恩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造化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，就要看你自己的了。婴儿一定不会忘记武姨太的这份恩情。算他还有点良心，知道要跟武姨太磕个头。白家上下100多号人，有多少事情是见不得光的？即便是好人待久了，也会被带坏了。婴儿的本性还不算太坏。是小姐心好，肯给婴儿一个改过的机会。武姨太，你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？翠萍，你有没有觉得太太和碧荷之间有什么古怪？古怪？什么古怪啊？换作是你，处在碧荷的位置，你敢和太太针锋相对吗？我才不会像碧荷那样呢。这孩子，小姐不过是打个比方。吓死我！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不敢，估计我连正眼都不敢看一眼呢。没错，碧荷只不过是个丫鬟出身，在白家毫无根基。即便是现在得宠，可她又有什么资本跟底气和太太叫板呢？如果她是像秋林那样鲁莽的性格，倒也还好说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碧荷性格谨慎，心细如尘，绝对不至于这样。她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有恃无恐。你的意思是？小姐是怀疑碧荷，她就是太太安排在小姐身边的内鬼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武姨太，武姨太不好了！什么事咋咋呼呼的？听说二爷今天请了戏班子，要请全家人看戏呢。这不是好事吗？是好事啊，可问题是二爷点名了，不让武姨太去看。这家就是有点脸面的下人都让去，唯独不让武姨太去。看来武姨太又失宠了。是啊，难以为她解禁后会重新得宠的。嗨，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啦。哎，上次啊，二爷当众冷落了武姨太以后啊，哎呦，接下来几天二爷都去的碧波院。真的？哎，那院里的管事争相讨好，别提多风光了。哎呀，他们可是得了不少赏钱啊！这话可别到处嚷嚷啊！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太太，太太，太太现在心里一定很难过吧？那个黄采薇还真是不争气，辜负了太太的一番心思。太太，你别太往心里去，气坏了自个的身子可不好。碧荷先告辞了。真是太欺负人了！武姨太出来还没过几天好日子，又要受苦了。别说解暑的甜汤和瓜果，就连该给我们的分例一点都没见着。夏天的衣服到现在都还没有送来，
别的院子的都已经做好穿上身了。我还去找管事的妈妈问过，管事妈妈竟然说五姨太又用不着去伺候二爷，实在急的话拿去年的出来穿喽，又不是什么金贵人。哎，这话可千万别在小姐面前说，免得她心中不舒服。我当然没说了，所以我才特意从去年的衣服里面挑了几件新的给五姨太穿。你以为我连衣服的新旧款式都看不出来了吗？别藏了，我都看到了。其实这些衣服还挺新的，没有必要做新衣。而且你们都知道，我从小就粗茶淡饭，不在乎这些，早就已经习惯了。小姐，这都是因为二爷的冷落，府里的下人呐，都是见风转舵、捧高踩低的。我出来又不是为了这个。等我查明了爹和桂琴的死因之后，了结完这一切，我就会想办法带你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就让他们这些人去争一个头破血流吧。对了，张妈妈，我想请你帮我办一件事情。有什么事，小姐尽管吩咐。我想试探一下碧荷，想让你配合我演一出戏。我娘怎么还没回来？按理来说应该早就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翠萍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娘在外面熟人多，也许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。可是眼看就要到门禁的时候了呀。画眉，画眉，来了，五姨太。你现在赶快拿些钱去门房那边守着，如果张妈妈过了门禁的时候才回，你就在门房那边疏通一下，千万别把这事儿闹大了。画眉，你跟门房比较熟，就拜托你了。姐姐放心。吴姨太，吴姨太，不好了！张妈妈过了门禁的时间才回来，门房的人不给通融，此事惊动了太太。太太派人将张妈妈带走了。什么？娘，小姐，小姐，太太，采薇，你来的正好。张妈妈是你院子里的人，她受罚也得让你知道。白家家规，亥时后未经当家太太首肯，任何在门禁时间内未归的下人，都要受到20杖刑。太太，张妈妈年迈体弱，经不得杖刑啊。张妈妈是因为我才会出门，归根结底都怪我。你要打就打我吧。五姨太这话就错了，主子交代下人做事是天经地义的，下人的职责便是在不违反家规的情况下将差事办好。如今他不能按时回归，是他没将白家的家规放在眼里，要么就是能力不行，不管哪一条，这20杖刑都得受得。哪有主子为下人担过的？还不快行刑！太太，太太开恩，要罚就罚我吧。太太开恩，太太开恩，都是采薇的错，要罚就罚我吧。请太太开恩，我娘年纪大了，受不了杖刑。翠萍愿意替我娘受惩罚，请太太开恩，太太开恩啊！小姐，不要再磕了，求太太妈妈没关系，求太太了，20杖而已，妈妈受得起。打！张妈妈，住手！姐姐，梅香，你的消息倒挺快。梅香得二爷的吩咐，与太太一同管理内宅。现在太太要处理下人，梅香当然会得到消息。既然来了，就坐吧。太太，梅香还有话要说。有什么话，等我处置完下人再说吧。梅香知道张妈妈失反了家规，理应受罚。可是我们白家在当地是人善之家，所有的事情还是要酌情处理。就像张妈妈她，真是笑话！我当家太太处罚下人，还需要你个二姨太来指指点点？不要因为二爷给了你些许信任，你就忘了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了。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用不敬之名来处罚你。陈梅香。
你尽管试试。再有人求情，就一起打！停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打！张妈妈，不许停，继续打！走开啊，小姐，走开！走开啊！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，而采薇你的价值就是二爷的欢心。失了二爷的欢心，你就一文不值，连个小小的门房都不把你放在眼里。希望经过这一次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身上有伤，不好好躺着，跑过来干什么呀？啊！吴姨太担心你们，非要过来看看。张妈妈，你没事吧？还疼不疼？我不过是挨了几下，已经上了药，现在不疼了。都是采薇连累了你。不是，是我没用，是我连累小姐才是啊。对了，妈妈，你出门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？说来也怪，我有时就往回走了，可是快到家的时候，忽然被人打晕，劫了身上的财物，再醒来时候就晚了。白家附近是我们这里最热闹的地方，平时都有人巡逻的。要说碰到扒手倒不奇怪，怎么会有人敢当街抢劫呢？我们又被太太算计了。张妈妈，你出门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中了他们的圈套。那些劫匪是专门等着你的。啊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太太这是在敲打我。但有一句话，她算是说对了。在白家，如果没有二爷的欢心，也就是一文不值。我可以不要锦衣玉食，也可以不要前呼后拥，但是我不能让你们为我受苦。我真是太天真了，只知道一味的逞强，却从来没有想过，如果得不到他的欢心，我在白家简直就是寸步难行。别说替我爹和贵亲讨回公道，恐怕到时候连你们的性命我都保不住。你这是在逼我明白这一点吗？你赢了，剑圣，你赢了。二爷，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打了采薇，不知是谁给二爷传的话，很明显有些出入。我不过是处罚了采薇身边一个犯错的下人而已。你既然看到采薇扑上去，你怎么？二爷是在责怪我。依二爷的意思，以后下人犯错，只要他们的主子装模作样一番，我就要饶恕他们的过错。那以后我还怎么管制下人？家里还不乱套了？我是很想知道我爹的死因，但更重要的是，那是一条人命啊！大山哥就像我们那个兄长，或许有90%的可能他已经死了，可是只要有1成可能，我就要试一试。连翘，二爷和采薇去找连翘。接受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寻梦的人路遥远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苦与乐弹指间，
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寻梦的人路遥远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我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只